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你购买的下一台手机的预算是多少钱呢？大家可以先打在弹幕上。一年一度啊，我们又迎来了今年的暑期数码产品的盘点环节。在每年这个时间节点呢，都会有很多同学去购买数码产品，等待开学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去学校学习了。各大手机厂商呢也会在这个时间节点给出不少的优惠政策，再叠加上电商平台的一些优惠券啊，那加起来优惠可不少。所以呢，不光是对于学生群体啊，对于其他的用户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购机节点。其实啊，今年这过去的大半年的时间，各家厂商可是发布了不少的机型，有处理器的更新，也有换代产品。如果从去年年末第一台摩托的骁龙8阵1机型算起啊，那根据我们的一个不完全统计吧，就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产品呢，已经多达了115台。刚看到这个数字啊，我自己也是吓了一跳。在如此多的手机当中呢，要想选择一台符合自己的要求的又不花冤枉钱的产品，确实没那么容易。那现在呢，我们就在开学之前啊，为大家盘点2022年截止目前为止的各个价位段的产品推荐。当然，选择的标准呢，可不一定是以性价比为标准，在每一个价位段呢，我们都会尽量的挑出有特点的产品来推荐给大家。当然，也会聊到这个产品的优点和缺点，咱们一起来看吧。首先呢是1000元以下，那以往我们经常聊这个叫100元机价位段。那回忆这个下呢，今年厂商似乎在这个价位段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主推产品，所以要选择一台各个方面都满足你的要求的产品啊，其实有点困难。那在100元机价位段呢，如果我们去优选的话，就尽量挑选性能方面要稍好一点的。在这其中呢，有 Redmi Note 11 SE 和酷派的 20S 这两款的配置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参数方面呢，都比较接近，天玑700的处理器，90赫兹的 LCD 屏幕，18瓦的充电以及外星科技3.5毫米耳机接口。不同点在于酷派的后摄稍微好一点，而红米的电池容量则更大。另外你可以注意到它们都是90赫兹的高刷新率，别忘了它们只是100元机。不知道一些高价位的旗舰机型什么时候能够上高刷新率呢？回到这两台机器啊，除了配置本身，可能还要考虑额外的因素，比如说售后保修。你可以在地图上搜索一下你们所在的城市是否有这个品牌的服务中心，也可以作为购买的重要参考。那我自己搜索下来的话，小米或者说 Redmi 的售后服务中心，也就是小米之家要稍多一点。统计的过程里，你会发现呢，多数的1000元机、100元机都已经采用了4+128的起步配置。手机行业啊，整体还是在不断进步的。那入门的1000元机呢，也在逐渐的提升它的性能，日常使用不会像以前那么局促了。来到1000到2000元价位段啊，可选的机型就比较丰富了，也多了不少有一定性能的产品。这个价位段呢，我们梳理了29台机器，这其中呢有特点的、值得你关注的有以下几款产品。首先，在1500元以内的细分市场里面，比较推荐的呢是 vivo 的 T2X， 它采用了天玑的1300处理器，性能方面是1500元以内最好的了，而且它还有144赫兹刷新率的 LCD 屏幕以及60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不管是学生群体用啊，或者是给老人使用，都是比较合适的。除此之外呢，还有 OPPO 的 K9X 和荣耀的 Play 6T Pro， 那这两款机型也比较接近啊，荣耀的充电功率更大。OPPO 的摄像头配置比较好啊，电池容量呢也更大。而到1500元到2000元的价位段，竞争呢就更加激烈。这其中性价比较高的是红米 Note 11 T Pro， 采用天玑8100处理器，144赫兹刷新率的 LCD 屏幕，5080毫安时的电池加67瓦的充电，应对目前的主流应用啊是完全够用的。当然还有高配版的 Note 11 T Pro Plus， 不过这两台机器的区别呢只在电池和充电部分。综合起来的话 ，Note 11 T Pro 更值得购买，即便是它的最高版本啊，也就是8+256的版本，2099也可以拿下了。如果你想要更好的质感，包括屏下指纹等新技术，还可以考虑近似价位的真我 GT Neo 3 80瓦的版本呢，相较于红米这边有更高的充电功率，包括屏下指纹，而且还有玻璃背板。当然价格要稍高一点，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如果你重点关注天玑处理器啊，还有两款机型可以考虑，一款是 OPPO K10， 还有1+Ace 的竞速版。那这两款手机的性价比呢，可能没有上面那么高，二者呢除了 CPU 不同之外，其他方面是完全一样的。1+Ace竞
竞速版呢，在我们以往测试的数据里面啊，它的跑分以及游戏上的表现都要优于 OPPO 的 K10。当然，如果你更看重高通骁龙的处理器，那这边还有几台机器可以关注。首先是 Redmi K40S， 主要卖点呢是120赫兹的 AMOLED 屏幕，67瓦充电也算主流，而且呢还是玻璃背板，质感更好。不过它的起步版本啊只有6+128，长期看来呢不太够用。还有真我 Q5 Pro 和 iQOO Neo 6 SE， 配置方面比较接近，只是电池容量上面呢稍差了300毫安时。虽然价格稍高啊，但两台呢都是屏下的光学指纹。如果你还是想要 LCD 屏幕的话，那么近似价位还有 iQOO Neo 5 SE， 它是144赫兹的 LCD 高刷新率屏幕。当然了，它是 Z 轴的线性马达啊。那整体看来呢，它和 Neo 6 SE 的差距啊，主要是在充电和指纹识别的方式上。考虑到价格，也是可以选择。好，接下来就到了2000到3000元的价位段了。这个价位段啊，是大多数用户的主要选购区间，也是厂商们的重点发力区间。不光是新产品有竞争力啊，一些从4000元价位降档过来的产品啊，在性价比方面呢也很突出。2000到3000元价位段，首先选择的是天玑8100机型。那这个芯片的表现呢是出乎大家意料的。这里有1+S、Redmi K50以及真我的 GT Neo 3 150瓦的版本。这三台机器的硬件参数上差别是比较小的。一加和真我呢是有150瓦的高功率充电以及屏幕指纹识别。红米的卖点呢则是5500毫安时的大电池。具体的数据表现啊，可以看这张图表。另外呢，就是近期关注度很高的红米 K50 至尊版，这台刚刚发布的手机，综合各方面的性价比都是比较高的啊，也是3000元以内非常罕见的骁龙8 Plus Gen 1的机型。参数上不用多说，本次呢同样采用了屏幕指纹，原神半小时的平均帧率达到了59.1帧，过程也很稳定。当然要追求性价比啊，在质感方面呢必然差一点。这款手机采用的是塑料中框，屏幕方面呢也是两家厂商供货，选购的时候需要留意一下。除此之外，还可以关注 Redmi K50 Pro， 这是本价位段唯一一台天玑9000的机型，拥有 2K 分辨率的屏幕，后置呢1亿像素的主摄，还有120瓦的快速充电，都是可圈可点的。性能方面呢也不用担心啊，原神半小时的平均帧率达到56.6帧，和一些高价位旗舰的主要差别是它采用的侧边指纹识别，这个设计就见仁见智了，有人很喜欢，有人不喜欢。伴随着高通骁龙8 Plus Gen 1的发布啊，很多搭载之前的8 Gen 1处理器的手机呢，都给出了一定的优惠。从我们的测试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啊，骁龙8 Plus Gen 1的表现啊，确实是要更好一些。所以呢，一些没有调价的8 Gen 1的所谓老机型就没有那么推荐了。尤其是如果你是重度游戏玩家的话啊，那么新处理器的话会给你更好的一个体验吧。而那些非游戏玩家啊，比如说重视拍照和日常体验的用户，上半年的一些机型在经过降价之后啊，还是可以考虑的。Moto Edge X30 和红米 K50 的电竞版8+128都是2399元，两者的硬件差异呢，主要在于屏幕、前摄以及充电功率。如果考量长期使用的话，尽量选择 256G 以上的版本。红米的磁动力弹出式肩键在游戏的时候啊，可以带来明显更好的体验，可以看齐很多游戏手机了。如果不是经常打游戏，但对整机的质感呢有一些要求的，也可以考虑真我 GT2 Pro， 它的大师版本啊有纸质的背板啊，这触感不错啊，还有 2K 120赫兹的 AMOLED 屏幕。3000到4000元价位段，首先重点关注的是 vivo X80 天玑9000的处理器，硬件上呢和 X80 Pro 的差别呢，主要是没有潜望镜头、2K 屏幕以及超声波的指纹识别，但是整机的质感还是不错的啊，毕竟和旗舰级别是同模看齐的。在 vivo 旗下呢，还有 iQOO 10值得关注，各项参数啊和 X80 是比较接近的，而且还是直屏手机。针对游戏方面啊，也有独家的功能，比如屏下双控压感、双 X 轴线性马达，都可以在游戏当中获得很好的体验。它和 iQOO 10 Pro 的差别主要是没有 2K 屏幕、超声波指纹识别以及没有200瓦的充电，但实测下来啊，120瓦的充电速度也是足够的。而在欧嘉集团这边呢，是真我的 GT2 大师探索版和1+S Pro 这两款机型啊比较接近。真我 GT2 大师探索版硬箱版在外观辨识度上确实数一数二，独特的旅行箱设计很有个性，喜欢复古的玩家应该会特别感兴趣。那这次还加入了完全隐藏的游戏肩键，日常使用呢不会暴露自己游戏玩家的属性，而游戏的时候呢又能带来更好的侧边按键体验。另外一款 A+S Pro 呢主打的是大内存，起步版本啊就是12+256，3499元的价格呢也有竞争力，另外还有150瓦的充电，速度也很快，调教方面也很激进。在原神的测试当中啊，1+S 的帧率表现会更好一点。
看完 OV 两家，再看小米。在这个价位段有小米 12S 和小米12 Pro 的天玑版，两款起售价都是3999元，主要区别呢在机身尺寸上。喜欢小屏手机以及徕卡那就是小米 12S 了。在日常使用当中，确实很难见到小屏的安卓旗舰了。如果想要各方面比较均衡，没什么短板，那就是小米12 Pro 的天玑版。最后呢，如果你是硬核手游玩家的话，在3、4千元价位段已经开始有主流的游戏手机出现了。这里可以重点关注红魔 7S， 在游戏的表现上是毋庸置疑的，60帧的原神表现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主要是得益于其内置的高速离心风扇。不过呢，和游戏笔记本一样开启之后呢，还是有一定噪音的。系统功能方面一直在着力补强，目前主要亮点是红魔机。那接下来呢是4000到5000档位，这个价位段呢是各个厂商的旗舰手机了。不过呢，毕竟是给学生群体来做推荐，我其实不太建议购买3000元以上的这些高价位产品，除非是咱家里有矿，爸妈不差钱儿。以下产品呢主要是介绍一下他们的卖点和区别，建议广大同学有了经济收入之后再考虑购买。首先有 OPPO Find X5 Pro 天玑版，它和8阵1版本的区别主要在于没有马里亚纳 X 芯片，也没有哈苏的加持，当然价格也要低一点。喜欢 OPPO 手机的同学可以考虑。还有价格更低的荣耀70 Pro Plus 8+256的版本4299元，天玑9000的处理器，5000万像素的主摄和超广角，其他配置呢一般，比如没有 2K 的屏幕， X 轴线性马达，边框呢也是塑料的，原神半小时平均帧率52.3%，机身最高温度47.9。下面还有小米12S Pro 和 iQOO 10 Pro。这两款呢都是骁龙8 Plus 的机型，各自都有很明显的特点小米呢是有徕卡加持，在影像方面表现更好，而 iQOO 10 Pro 呢则是行业首发200瓦的超级快速充电，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其实它还有别的卖点比如说超声波的屏幕指纹识别，面积大，速度快，失手也能解锁，实际体验确实很方便。如果喜欢硬朗外观、超高颜值，这里有一款冷门机型，中兴的 Exon 40 Ultra， 正面无开孔的完整屏幕，搭配超窄边框，颜值上是无出其右的。后置6400万3主摄系统在相机上玩法也很多。当然，这款产品采用的是骁龙8阵1的处理器。再到5000到6000元区间，可选的机型呢，其实有点少了。那各家最顶尖的旗舰机型呢，都在这个区间里面，基本上你要的每一个特性，它全都有。我们再强调一遍不太推荐学生群体来购买，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机型和这些高价位的旗舰机型差别在哪里。首先呢，就是近期发布的小米 12S Ultra， 接近6000元的价格，采用最新的骁龙8 Plus 阵1，有徕卡加持，具有超高辨识度的外观，这些呢都是优势所在。比较遗憾的是没有搭载120瓦的充电，半小时原神平均帧率57帧，机身最高温度45.3，算是常规水准。如果你很喜欢这台机器，又担心它能不能用满4年的时间，那你可以把它当做一台徕卡相机，搭配了米 UI 系统。这个价位段同样主打拍照的是 vivo X80 Pro， 天玑和骁龙双芯可选，搭载自研芯片 V1+， 蔡司梯度膜光学镜头，后置5000万 GNV 的主摄，还有5倍的潜望长焦，妥妥的影像旗舰。对于拍照有需求的话，这两台机器呢都是目前的顶尖水准。最后呢，就是6000元以上档位了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话，可以说就想买什么买什么了。首先呢是三星的 S22 Ultra， 重新设计的后摄模组很特别，正面的颜值也很高，整机呢无论是硬件参数还是整机质感都是一线旗舰，没有什么问题。那近期呢，由于三星的两款折叠屏机型的发布，所以之前的 S22 Ultra 价格方面可能会有所调整，建议关注之后再下手。这个价位还有荣耀 Magic 4的至臻版，外观辨识度方面拉满，后摄4颗摄像头配置都不错，前置呢还有 3D 深感摄像头，能够有支付级别的安全保证。如果你的笔记本是有信仰的，那么可以考虑 ROG 6 Pro， 众多独家的游戏配件可以让你瞬间变成 Switch。值得关注的是，不少的折叠屏机型也都来到了7、8千元的价位段，肯定会有同学纠结，到底是买一台折叠屏，还是买一台手机加一台平板电脑呢？来看一看同学们的弹幕，你会怎么选择？如果从学生收入的考虑来说，个人建议还是分开购买，毕竟超大屏的平板电脑加上手写笔才是一个更好的组合。你会发现，直到这里我们也没有推荐苹果的 iPhone， 原因很简单，在1周之后呢 ，iPhone 14将会上市，那个时候不管是新产品还是前代产品价格都会有所变化，建议不着急的还是等一等。
看完整篇的介绍，其实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一下，3000元以下的价位是我们重点推荐给广大学生群体的。这个价位段的手机产品和高价位的旗舰机型的差别，主要在于它并不能够兼顾各个方面。但我想说，这些呢都是相对的。2000多元的机型，相对于5、6千元的高价位旗舰，虽然不能够做到面面俱到，但满足我们日常学习生活，问题是不大。OK， 以上呢就是我们为你带来的2022年暑期的学生购机的攻略啊，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呢？最后呢，还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啊，买手机的话还是要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预算去选择产品，特别是学生群体呢，在没有经济收入的前提下啊，我个人是不太推荐3000元以上的产品。还是那句话啊，你目前最好用的手机就是你手里那台。如果你在犹豫某一台手机到底要不要购买的话，就说明它还没有打动你。你完全可以等待那台真正的让你眼前一亮的产品再出手。好了，这里是科技美学，我是那言，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好，我是那言。科技美学呢正在进行大家测活动啊。顾名思义，大家测呢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到测评活动当中来。在这里呢，你可以申请到最热门、最受关注的数码产品啊。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免费的。在你得到了测试机会，并且完成了深度测评之后呢，不用归还。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就来科技美学的官方微博和公众微信免费申请吧。在1个月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已经送出了超过25台手机、20台路由器、鼠标、键盘，还有蓝牙音箱等等啊，总价值超过了5万元人民币。而在接下来的1个月当中，我们还有更多吸引人的数码产品在等待着你免费测试。好了，现在就来科技美学大家测吧。